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Zo DIY。那么今天这个小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样来打造这个水平的现代简约风格的篱笆。这种水平的篱笆呢，最近5年非常的流行。很多 house owner 在更换老篱笆的时候呢，都会选择这种水平的篱笆。像我的这个小区呢，这个十字路口周围有4家，那么有3家呢，现在已经装了这种水平的篱笆。这个水平的篱笆呢，看上去呢非常的整洁，有一种现代感和纵深感，这样呢会让你感觉这个空间变大了。好，那么这种篱笆有什么讲究呢？做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呢？首先呢，就是这种篱笆呢，它对水平的要求非常的高。大家看到一般竖直的这种代克板是竖过来钉的篱笆呢，其实对于这种水平呢要求没那么高，基本上它就是横梁钉完以后一块板子钉上去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水平的篱笆，如果你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观感，那么一定要注意水平，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当你刚刚看到这个篱笆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奇怪，会觉得你这个篱笆为什么没有钉平？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它分了3个阶梯。第一个阶梯的2个 panel 是低一点，然后呢，中间有3个 panel 高一点，然后这边3个 panel 是最高。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这个地是不平的。基本上这种住宅的用地呢，很少有 perfectly 平的。基本上像这种60尺的长度，有个1尺到2尺的差距呢，是非常正常的。这边的地势比较高，那边的地势呢相对就比较低。这样呢，钉这个水平篱笆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要顺着这个地势来修建。它地势有可能是缓的上升的，所以呢，你第一个 panel、第2个 panel 可能是 OK 的，到第3个 panel 的时候，如果它的这个地势已经明显上升了，这样你就应该考虑呢，升高一个 panel。这种水平的篱笆和竖直的篱笆不同的地方就在于，竖直的篱笆呢，你可以任意的升高，你可以升高2寸、4寸、6寸都可以。但是这种水平的篱笆，如果你升高的话呢，为了整齐划一，所以一升高那就是一个 panel。像这个 panel 的高度呢，这个实际的尺寸是5.5寸，这个中间的空间是1.5寸，所以呢，一个 panel 就相当于7英寸，所以每一次升高呢，就是高了7英寸。你可不可以一半呢？就是锯一半，但是锯一半呢也可以，但这样呢，你的观感上就会受到影响，就没那么整齐了。所以呢，我的建议还是，如果你需要升高的话，就是一个 panel， 这样呢看起来就非常的整齐。如果你不升高会有什么效果呢？如果有的人会说，我把它做平，大家可以看到这根 board， 这根 board 就是顶头的最低一个 post 的最上面的一个 board。这样它通过这个地势，如果到这边的话，这个 fence 就非常矮了，才到我这儿可能只有5尺，所以呢，这样呢就不太好了，因为这样的 fence 就起不到什么 privacy 的作用了，所以一定要依势而建。那么有的人会说，那我可不可以把这边的地挖低一点，然后把它做平？这个呢是一定不能这么做的，因为这个 grade 呢，所有的 house 它的 grade 实际上你建房的时候都已经确定了，都需要去市政报批的。如果你把它挖低的话呢，这个地方就会形成一个水沟，那么冬天化雪，然后下雨，这里都会积水。然后呢，这个水如果积在这个 fence 附近的话，它会显著的损害你的这个 fence 的地基。另外呢，会增加这个木头的腐烂的机会，所以呢，千万不能这么做。这个 fence 呢，一定要顺着地势来修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 build 这个水平 fence 的时候呢，你必须首先呢设定一个基准。那么这个基准呢，就像你铺木地板一样，尤其是那种拼花的木地板，这种最初的几块木地板是非常重要的。理论上来讲呢，最初的几块板子实际上就决定了你整个房间的每一块板子的位置。
那么这种水平的篱笆怎么确定这个基准呢？就是要选那个地势最低的一个 panel。你像我这个60尺长的篱笆，那么这一个 panel 是地势最低的。那么在你 planning 整个这个篱笆的时候呢，这一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最初的几块板，实际上是决定了所有其他板材的位置，而这一块板最顶上的这一块板呢，是基准中的基准。理论上来讲呢，基本上这一块板定了以后，那么其他的所有的板的位置都应该已经确定了。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做的呢是一个工字形，因为每一块这个 deck 板后面呢都有这种2×4的 railing， 所以呢我不需要就这个 post， 我可以任意拼各种不同的 pattern。那么我选的就是这种工字形，只有开头的这一块板我需要锯几个4尺长的，然后呢一个4尺长，一个8尺长，然后搭配起来，然后这开头的这个半个 panel 确定了以后呢，剩下的我都可以不用锯了，就直接过去。所以这个呢，一方面呢节省了大量的人工，每一块板你不用再锯了；另外呢也节省了很多的材料，比较环保。好，这个底下呢，我还是用之前我邻居一个老的6×6的立柱。我问他还要不要，他说他不要了，我就拿过来做了这个底下的 fence 的这个围边。这个呢，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个呢最下面的这一排这个 deck board 呢可以直接 sit 在这个围边上面，稳定性会相对会好一些。另外呢，剪草啊、修边，不至于直接打到这个 deck 板上面。而这个呢，如果时间长了，风化腐蚀的话呢，可以更换。所以我觉得这种做法还是不错的。所以不管你自己做 DIY 还是请 contractor， 我觉得这个 idea 是可以提出来。因为有的时候，哪怕你找别人过来做 contractor， 如果有些细节你不提的话呢，有些 contractor 也不会有额外的去为你去考虑到这些问题。另外呢，这个材料的选择呢，你稍微 upgrade 一下是非常好的一个策略。像这个篱笆呢，我选择的是 deck 板，这个 deck 板呢是1又1/4英寸那么厚，而一般的 fence board 呢是不到1英寸那么厚。一方面观感会好很多，因为它这个边呢是已经处理过的，是比较圆润。另一方面呢，它比较厚实，3D 的这种凹凸的感觉呢会更加明显一点，而且呢非常的 solid， 非常的坚固。我觉得任何的这种家居的这种工程，当你选料的时候呢，可以考虑一下 one size upgrade， 是非常非常好的策略。像你可以用这种 deck 板来修这种 fence， 可以用2寸厚的这种 structure 的木料，像2英寸乘以6英寸的来修 deck， 作为 deck 板，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 strategy。例如你换窗户的时候，如果你去选新的窗户，一般 standard 是 double panel， 只要加20%的钱，那么你可以 upgrade 成 triple panel。我觉得这个呢完全是物有所值的。好了，这个一开始的这个设计上的需要注意的事项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好，下面呢是一些我建造这个篱笆的一些片段，然后这些细节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拼出来了。好，你去吧。
好的，这一期的小视频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希望对您有所启发和帮助。如果您觉得这个 project 还不错，给我一个 thumb up， 非常的感谢。如果您第一次访问我的频道，或者还没有订阅，请点击红色的订阅按钮，并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 miss 我未来的很多的新的 project。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